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楊洋確認回歸《凡人修仙傳2》，當韓立再次踏上亂星海，這一次他終於不再是遺憾的主角。當《凡人修仙傳2》正式確認開拍的消息傳出來時，很多人的第一反應不是驚喜，而是一種久違的鬆了一口氣。因為很多觀眾都清楚這部劇不僅是一部仙俠劇，更像是一次關於演員、劇組與觀眾之間信任的延續。官方消息顯示，由楊洋繼續出演韓立，劇集預計在下半年正式開機，故事將進入原著中極具分量的亂星海篇。這一篇章在小說《凡人修仙傳》中堪稱重要轉折，海外歷練、秘境探索、法寶爭奪，修士之間真正意義上的生死博弈。換句話說，這一階段的韓立將不再只是一個謹慎求生的小修士，而是逐漸踏入真正強者的世界。而讓很多人更加感慨的是，這一次楊洋似乎終於可以專心做一件事，把韓立演好。從第一季到第二季，韓立為何非楊洋不可？《凡人修仙傳》第一季播出的時候，很多觀眾其實是帶着懷疑去看的。原因很簡單，仙俠劇這幾年已經被拍得太多了，古裝男主千篇一律，白衣、長髮、慢動作、深情眼神，很多劇甚至已經形成一種模板。男主只要好看就夠了，但韓立這個角色偏偏不是這樣。在原著小說裡，韓立是一個極其特殊的修仙主角，他沒有驚天血脈，沒有逆天背景，沒有一出生就注定拯救世界。他只有3樣東西：謹慎、隱忍、不服輸。韓立最經典的一句話是：活着才有機會修仙。雙引號。這和傳統仙俠主角完全不同，所以當《凡人修仙傳》宣布男主是楊洋的時候，很多書粉其實是有點擔心的，因為楊洋在大眾印象裡一直是帥、冷、精緻，但韓立不應該只是帥，韓立應該是那種看起來很普通，但你知道他很危險的人。然而第一季播出後，這種擔心慢慢消失了。楊洋給出的韓立是一種很微妙的氣質，冷但不裝，站在那裡像一把收在鞘裡的劍，不炫耀但鋒利。如果說第一季最成功的地方是什麼？我認為不是特效，不是劇情，而是人物成立了。韓立這個角色成立了。觀眾之所以會認可楊洋，很大原因在於他沒有把韓立演成傳統的仙俠男主，他演的是一個始終在克制的人。比如很多觀眾記得的一場戲，韓立站在山崖上，靈力在身邊流轉，藍色光影像碎裂的疊翼，鏡頭沒有大動作，沒有誇張表演，但你能看見他眼神裡的冷靜，那種感覺很奇妙，像是一個人經歷太多危險之後形成的本能。永遠先觀察，再行動。很多觀眾看完之後說了一句話：第一次覺得仙俠男主真的像修仙的人。雙引號。這句話其實非常重要，因為過去很多仙俠劇的問題是，角色不像修仙者，只像偶像。但韓立不一樣，他有一種真實感，拍攝背後的故事，演員的拼命程度。其實很多人不知道，《凡人修仙傳》拍攝期間，楊洋是帶傷完成的很多動作戲。拍攝中他曾出現手部骨折、鼻梁淤青、多次高強度威亞動作，但很多打戲仍然堅持自己完成。劇組工作人員後來在採訪裡提過一句話：楊洋是那種拍打戲不會喊停的演員。雙引號。這句話聽起來很普通，但在現在的影視環境裡，其實並不常見。因為很多劇為了效率和安全，
會大量使用替身。但韓立這個角色有一個特點，打戲必須真實。韓立的戰鬥不是神仙打架，而是精確、克制，甚至有點陰狠的戰鬥。他會算計，會等待，會用最小代價贏。如果演員的動作沒有力量感，這種氣質就很難成立。也正因為如此，第一季很多打戲都被觀眾評價為有重量。雙引號，不讓江山的爭議，同一個演員，兩種待遇。但讓粉絲情緒複雜的，其實不是《凡人修仙傳》，而是另一部劇，那就是《不讓江山》。這部劇開機的時候，本來也是一個大製作，原著知名，投資不小，演員陣容也不錯。但問題很快出現了，據劇組內部消息和現場路透，拍攝過程中出現了很多問題，劇本反覆修改，角色戲份調整，拍攝進度混亂。更讓粉絲心疼的是，楊洋在手傷尚未完全恢復時，仍然需要趕進度拍攝，甚至有現場工作人員透露，甲板剛拆就繼續拍戲。很多粉絲看到這些消息之後都非常憤怒，因為演員拼命是一回事，劇組是否尊重演員又是另一回事。於是當《凡人修仙傳2》確認開拍時，評論區出現了一句非常真實的話：看完我更恨不讓江山劇組了。雙引號，這句話不是攻擊，更像是一種對比後的無奈。對於熟悉原著的讀者來說，第二季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亂星海是韓立人生真正的轉折，在這一階段，他離開熟悉的環境，進入更危險的修仙世界。這裡有海上宗門、遠古秘境、頂級法寶，以及真正強大的對手。在原著裡，這一卷最迷人的地方在於，韓立開始主動選擇命運。以前他只是活下來，但到了亂星海，他開始布局，開始爭奪機緣，開始真正進入修仙世界的核心。如果說第一季是求生，那麼第二季就是崛起。觀眾評價：為什麼大家願意繼續等？在社交平台上，關於《凡人修仙傳2》的評論其實很有意思。不少觀眾留言：只要楊洋還演韓立，我就繼續看。雙引號。還有人說，第一季我媽看完從媽粉變老婆粉。雙引號。這話雖然有點誇張，但確實反映了一種情緒。觀眾不是因為流量追劇，而是因為角色。還有書粉說了一句很經典的話：韓立不是最帥的男主，但楊洋演出了最像修仙者的氣質。雙引號。這其實是一種很高的評價，因為對於小說改編來說，最難做到的就是讓讀者相信角色活了。作為娛樂總編的評價，這部劇為什麼值得期待？如果讓我用媒體人的角度評價《凡人修仙傳2》，我會給出3個關鍵詞：穩定、耐心、誠意。穩定，演員沒有更換，主創團隊保持一致。耐心，劇組沒有急着開機，而是先打磨劇本和特效。誠意，從第一季的製作水準來看，這個團隊確實想把故事講好。在今天這個影視行業裡，這3點其實非常難得，因為很多項目追求的是熱度、速度、話題，但《凡人修仙傳》更像是一種慢作品，它不急，但扎實。真正決定成敗的其實是這一點。當然，我們也必須客觀，第二季的壓力其實更大，因為亂星海篇劇情更複雜，世界觀更龐大，特效需求更高。如果制作跟不上，很容易崩。但從目前的籌備情況來看，劇組似乎已經意識到這一點，他們沒有急着宣傳，也沒有急着開機，而是先把劇本、場景、特效全部準備好，
這反而是一種讓人放心的信號。結語：好劇從來不怕等。娛樂圈一直有一句話：觀眾沒有耐心。雙引號。但其實這句話並不完全正確。觀眾沒有耐心等爛劇，但他們願意等好劇。就像《凡人修仙傳2》，哪怕開機在下半年，哪怕播出要再等1年，只要韓立還是那個韓立，只要楊洋還站在那裡，只要故事還在認真講，那麼這部劇就值得等。